崔大哥，你买的这荷包真好看，真有眼光。谢谢。原来不是送给江姑娘的，惭愧，崔某是看着荷包和先前拾得的遗物很是相配，便买了下来。魏某还以为像崔公子这样的谦谦君子都是路不拾遗的，结果我也是真的想再见到那位姑娘，亲手把这纸蜻蜓还给她。我看看，米不有出，显客有终。这句话的意思，世间万千，往往能有一个好的开始，却鲜少能善始善终，有一个好的结局。三郎也在，少君还没休息啊？小慈未归，我心难定。夜深了，你都叨扰三郎子明一整晚了，回房休息吧。坐吧，以后莫要再把披风借给别人了。你的身子也不是铁打的。是。秋风寒凉，暖暖身子。多谢侯爷。小慈不太喜欢喝姜茶。哦，刚才吃太饱了，喝不下了。看来小慈今夜玩得很开心。小慈今夜是和三郎一道游玩吗？你二人何时变得这般熟悉了？哦，就是碰巧遇到了。指挥使也是看在侯爷的面子上，才对我诸多照顾。我看小慈和三郎还有子明相聊甚欢，还以为他们之中有你心悦之人呢。我没有心上人。侯爷，那你早点休息，我先走了。这段时间还请小慈宿在我的房间。为何？都先退下。三郎此次来南陵，明面上是助我查案，实则是监视我在南陵的一举一动。陛下也有意测探我是否有二心。三郎聪明之极，绝不能让他看出你我之间的破绽。我知道，前段时间让小慈受了很大的委屈，船上刺刀一事，我向你道歉。事关裴氏安危，还请小慈助我一臂之力。好，那我今晚就留在这里。侯爷，如此这般每日都活在谎言之中，和别人算来算去的，真的不累吗？人活于世皆有责任，既是责任，便不能言累。我知道，做任何一个选择都是一种伤害，但我必须选择守护重要的人和事。你睡里面，我在外面。是。裴衍的房中有何动静？熄灯了。姜慈呢？应
应该还在吧？还在里面。属下明白了，今夜宴席之上，大人想必是故意挑准时间，博取姜慈的信任与好感。唉，温柔刀啊，刀刀致命啊！大人好计谋。裴炎以为他跟姜慈最为亲密，却不曾想，大人已经悄悄渗透了。看来这注释本指日可待。李飞，属下在。今夜你去治守。啊？现在？现在。大人，外面风那么大呢。月黑风高，想必正是长风卫出动的时候。大人，属下明日还得跟您去铸造司查军械案呢。我查军械案本就只是走走过场，眼下还是找到燕氏姐妹最为重要。去吧。大人，大人。下官何振文见过裴族长。闹出如此大的风波，何大人，若非你能力有限，又焉能将劣等的兵器送去庆康？是下官的错，我未能及时发现扩银亏空，只得购置劣材以赶工期，才使这批兵器出了问题。罢了，此事休要再提。我那侄儿本就精明极难对付，这回又带来个行事狂放的魏昭，两人一唱一和，更需倍加提防。何大人，你切莫让他们抓到把柄啊！请裴族长放心，南陵的局势天衣无缝，御史台查不出来，裴侯和魏指挥使也一定查不出来。有劳裴。爹，您何苦看他们脸色呀？识君之路，担君之忧。父亲，您吃的是朝廷的俸禄，为何要受这裴氏的气？你这莽撞的性子，还需好好打磨，否则迟早要吃亏的。这刚送走御史台，又来了裴衍、魏昭，爹，我们该怎么办呀？带着你的人去流民巷，把那些饥民抓起来，在城中找个隐秘之处都关起来。明日，裴衍和魏昭要亲临铸造司，我需要。崔大哥，公子，你看看这把刀。分头查问，务必谨慎。江姑娘，阿言，快过来，我刚沏了热茶，你尝尝。好。
来，这是我种的橘子，你也尝尝。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好。这几日，我们将南陵的城内城外都走了个遍，各大米行米铺的米价正常。南陵比看上去要平静得多，但越平静就越觉得奇怪，好像有人在暗中操控着这一切。少君，在南陵，谁有这样的本事？所谓当局者迷，不如听听子明有何高见。只怕还要从那些工匠的家人朋友们着手，看看能不能找出什么破绽。你怎么了？哪不舒服吗？啊，没有，只是可能刚才划船的时候着凉了。啊，哎，那再喝点热的吧，暖暖身子。好。哎，那边是什么呀？是稻子吗？这个世界怎么会有稻子？那个是菇蒋草，菇白做菜，鲜美爽嫩。菇子叫做雕糊米，可以拿来做饼食或者是煮粥。这还可以吃啊？咱们去采点尝尝。好，走。侯爷，听说那边的水里还有螃蟹，我们去抓点。去吧，注意安全。小心。江姑娘，这时节哪有什么螃蟹啊？你不知道，侯爷这个人呢，他就爱听好话。侯爷待江姑娘可真特别。侯爷待江姑娘不好吗？别人对你好有什么用啊？今天对你好，明天就能收回去，自己对自己好才是正事。江姑娘可真豁达，一定是还未体会过与人命运纠缠、心灵相通的滋味。一旦体会过那滋味，就会知道只剩一个人有多可怕。哎，我之前只是听我师傅说过雕糊米，这还是我第一次见。你们看，江姑娘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雕糊米，饥荒无粮的时候，穷苦百姓用来果腹的。那边水泽地里的雕糊米都被采光了。小慈的意思是说，南陵有饥民。我上次在米铺喝粥的时候还觉得奇怪，为何要用陈米来煮粥？陈米有何不妥？南陵乃是鱼米之乡，今年又雨水丰沛，粮食增产。既然如此，那米铺为何放着新米不卖，非要卖陈米？陈米乃是备粮，口感自是不如新米。可是米铺里的米价都是按照新米的价格卖的。那些做小本生意的店家或许愿意硬着头皮去买陈米，可那些穷苦人家哪舍得花买新米的价钱去买陈米啊？所以才到野外去采雕糊米渡过难关吧。哎，你方才说那片水泽地有多大？方圆10里。这方圆10里的雕糊米都被采光了，所以南陵是有很多人吃不饱饭。可那些人现在又在哪儿呢？看来问题不是出在生产上，而是出在米铺上。三郎所言甚是，不如我去调查各大米铺，三郎负责饥民下落，三郎意下如何？好啊。侯爷，这南陵有那么多吃不上饭的人，我也想和你们一起调查。小慈，你这次做得很好，但案情复杂，前路未卜，我不能置你于凶险之中。乖乖留在长风屋，莫要添乱。
这是我给你做的。属下探查到，城中8家米行，3家属于2郎主，2家属于4郎主，剩余3家，各方都投了份子。动老百姓的粮食，宗族真不是人。现在真相尚未可知，你急什么？那粮食可都是老百姓的命脉，我可不信他们在里面没有谋利。侯爷，就算米铺真有问题，也未必和军械案有关。一间米铺，在什么情况下无新米可买？若非粮食减产，恐怕无钱可用。侯爷是说米铺没钱了，所以才拿陈米以次充好。若是库中无钱，买不起新米，便只能从周边粮仓调些陈米来临时顶上。东南西北4大粮仓中，可有宗族的人？东仓和西仓在宗族把控之下。你们速去这2个粮仓，若我猜的不错，其中贮藏的米粮必然有变。是。大人，属下也不想，外面的秋风太凉了。你最好是查到了什么？倒是锁定了几批长风卫，但目前尚没有燕氏的消息。这军械案一筹莫展，您说这裴衍是否还有心情寻找燕氏？继续盯着，不能大意了。不过，属下还探知到另外一事。说。您之前让属下顺道去查查那内廷司的江远，和他口中提到过的赵武。干爹，赵武。经属下探查，那赵武乃是20年前专门负责看守宫门水闸的内侍，后因渎职被处死了。20年前，宫门水闸。不错。月余前，不知何人放出消息，说这赵武在进宫前就在宫外娶妻生子，其后人则久居于南陵。南陵，月余前，荣国夫人寿宴前后，是那燕氏姐妹。小人那晚当差，看见2个侍女挟持其一王而过。说这赵武在进宫前就在宫外娶妻生子。若是裴衍一个人去，朕不放心，你帮朕盯着点儿。回到裴府闭门思过，没有朕的旨意，不得外出。陛下对裴衍毫无惩罚，这是明显的袒护。若裴氏真参与其中，我必当大义灭亲。陛下当时突然拜访裴府，难道就是为了这个？也太巧了吧！藤卫曾说过，他曾经看到燕氏姐妹挟持齐王离开，单凭2个刺客，怎么可能突破宫中森严守卫呢？我猜，他们肯定是从赵武所看守的水闸门逃到了宫外。您是说，这燕氏姐妹是被赵武放走的？是不是被赵武放走的，这个还不好说。水闸门通常都是由20名禁军和1名打杂内侍看守。赵武如果没有死在当场，而是后来因为渎职被处死，恐怕是当时的唯一活口。
可有查过赵武的背景？赵武乃蜀州人，入宫前听说确实有家室，还留了后，但入宫后便断了联系。赵武后人长居南陵，陛下也许就是因为这个，才对裴氏心生忌惮。如果赵武留下了什么秘密给家里人，说不定就与燕氏姐妹有关。安排人手，找出赵武后人。是。话说，您那位探子何时才能偷回注释本啊？莫不是不给面子又撅了回来？堂堂的光明卫副使，这么重要的任务，怎么能交给他人呢？你最合适了。得，又落我头上。您去哪儿啊？密使。我也饿呀。看什么呢？这就是雕壶米饼。反正都入不了魏大人的眼。不让你参与的是你的侯爷，干嘛冲我发火？我自小长在江家村，知道一口饭对寻常百姓来说有多重要。眼看着那么多人都吃不上饭，我怎么可能坐得住？你知道裴炎为什么让我查机密案，自己查米铺吗？南陵裴氏势力庞大，盘根错节，裴炎也不确定机密案的背后是否与南陵裴氏有关，所以他必须要将米铺的调查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侯爷调查米铺，意在维护裴氏，而不是姬民的死活？要是换作是你，你会全力以赴吗？你在干什么？拿人手短，拿了我的饼就好好给我寻机民。江姑娘到底存了什么心思？我能存什么心思啊？是趁你全力以赴查案，找机会取回小咪猫。脸猫怎么这么能藏东西呢？小泥猫，糖猫，
没脸猫，满意吗？你又戏弄我。裴眼的东西你不肯动，我的东西你倒翻得干脆。那小泥猫本来就是我的，我来找我自己的东西有何不可？反倒是你，动机不纯，来南陵根本意不在查案，更不可能全力以赴。你步步为营惯了，自然不会做对自己没好处的事。江姑娘所言极是，可饶是在下这种人，也有想要查明的真相，而真相的代价，远比姑娘想的要沉重得多。算了，你们都不愿意帮忙，那我自己查。有一句话，江姑娘说错了。在下，并非没有全力以赴。往那边躺下去。这些机民都被关在这儿，你是怎么发现的？有了破绽，顺藤摸瓜便是。他们为何被关在这儿？也许是怕他们乱讲话，也许是怕他们打破南陵苦心经营的安稳局面吧。那是裴府的人干的？不好说。开饭了！抢什么抢？过去！我告诉你们，都给我老老实实的在这儿待着，好好做条狗，老子还能赏你们口饭吃。你们要是敢四处流窜告状，